游世界第58国，这里是肯尼亚。兄弟们，给你们看看维多利亚湖这边非洲老铁生活的这个环境多么的惬意啊！世外桃源啊，饿了的话可以在水里面打鱼啊，要吃水果的话就上山上采这个香蕉啊，要啥有啥，吃喝不愁啊。这里碰见一个大哥，他是个渔民啊，这个是维多利亚湖岛的标啊，它是结实的肌肉。兄弟们，经过2个小时的传承啊，在我面前有3座小岛啊。这个呢，就是属于坦桑尼亚管的那片大岛啊。然后这个大岛呢，属于这个恶魔岛，就是上面没有人住，大家觉得上面有恶魔，所以说没人搬上去住。另外那个小岛呢，就属于这个米金戈尔岛，这个地方呢，居住着成百上千口人吧。然后那个小岛，它的总面积呢，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，也是全世界最拥挤的小岛。来，兄弟们参观一下啊，看这个铁皮房包裹的这个小岛啊，很难想象啊，在这个热带小岛上居然没有一颗植被啊，这有点像那个航空母舰似的啊，远看像航空母舰，近看的话它就是铁皮房啊，村民住的地方。咱们现在上岛一探究竟，兄弟们，全世界最拥挤的米金戈岛啊来了。米金戈岛旁边的这个岛原来是没有人居住的啊，现在的话也有一些渔民搬上去了啊。正所谓授田没人耕啊，耕开大家争啊。至于那个岛的话，就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那个是属于坦桑尼亚的，所以说这边人的话，他们最多的话就搬到这里，那边的话不能搬。兄弟们，我在这里警察登记一下啊。兄弟们，这边的警察对我非常的热情啊，没有为难我，然后给我进行了登记，就把我放行了，说我现在可以去这个米金戈岛去参观了啊。兄弟们，登陆这个米金戈岛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去这个警察局报备一下，因为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属于3国交界敏感地方，尤其是外国人来了，必须要报备啊，不然把你当那个什么给抓了啊。因为我之前在叙利亚体验过，所以说这种的话我必须来报备一下啊。结果刚才呢报备不报不知道，一报吓一跳，结果我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登陆这个岛的中国人，兄弟们，太夸张了，我自己都不相信啊。在这个2023年的今天啊，我就是环游世界已经5年了，然后我来到这个小岛上，没想到我居然是第一个登陆这里的中国人。我说实话，我还是感到非常的自豪，毕竟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成就。好，兄弟们，我终于登陆了啊。OK，can I put the clothes, my friend? OK， 我把这个救生衣脱了啊。兄弟们，正式登陆米金戈岛啊！哇，这个蚊子特别多。兄弟们看一下，这个衣服上全部都是蚊子啊！兄弟们，我能感觉到这边这个岛民啊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这个惊恐，还有这个意外，他们应该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亚洲人种啊。So this land live Uganda, Tanzania, and Kenya people together. Ah, so I heard this land lived 1,000 people, right? 啊，住了1000个人啊！但是这个岛呢非常的小，它只有3个篮球场那么大。想想这密集的程度啊！我现在站在码头上，我能够闻得到鱼香阵阵的那个味道。兄弟们，这个岛上就3个厕所啊！正所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看看人家这个厕所还是挺先进的，这个是陶瓷的蹲坑啊，有点现代化的那么感觉啊。这个铁皮就跟那个铠甲武士一样，兄弟们，绝对专业啊！再往这个地方看一下。这个是岛的南边，兄弟们，在岛的南边这个地方全是这个陡峭，所以说不太适合做那个建筑。兄弟们看啊，这都是用那个杆子去支撑。在这个岛上呢，到处都是这个蜥蜴，你们看啊，我脚下全部都是蜥蜴，还有这个小辣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岛上它这个蚊虫特别的多，然后鱼也多。你看，这有一只老鹰，兄弟们，就鹰就从我这个飞过去了。这个真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啊！在这个岛上呢，就是1000个人用3个厕所。如果说你比较急的话，一般的话都是在这个湖边解决了。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厕所，没有人的地方呢，那到处都是厕所，对不对？Let's go to hotel. OK。兄弟们，这里是岛的北面啊，北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商铺，还有这个渔民，他们平时会把这个打来的鱼呢放在这里进行这个交易，储藏到这个冰箱啊，再由这个船销售到各地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米金戈岛啊。首先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小商店啊，非常小的一个商店，这也是一个商店。兄弟们，这是居民的家啊，蚊子特别多，一个家的话住个10个人。兄弟们，我们跟着这个镜头往前面走，兄弟们看。地上还是比较干净的啊，干净又卫生，兄弟们。它这原来就是山包包，所以说加了一些这个水泥，让它这个路更加的平整。谁能想到在这个岛上居然有这个理发店啊？这个理个发的话4块钱左右，兄弟们，这是一个小卖部，售任何东西，还有这个蔬菜，还有这个水果。在这个岛上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最牛的是啥？它这里地方居然还有一个电信营业厅啊！然后我的手机刚才试了，居然真的能够接到信号，而且还可以打那个视频电话啊！这是小卖部。
家人们看一下，就是可以售卖各种那个糖果、零食，还有调料、玛莎拉啊，在这些岛上这些设施你都能看到。其中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，这里居然有酒吧。这个是梅罗酒吧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酒吧的里面，平时有一些座位，还有桌。还有台几，这个是吧台，这个是酒吧卖的一些这个白的、红的，还有啤的，还有这个带气儿的，全部在这儿，兄弟们，来这边看一看。这边呢就是通向这个维多利亚湖了，听着这个小音乐非常的激情啊。这边也是一个小卖部 ，supermarket，right？supermarket， 他们这个岛上所有的物价跟山下面一模一样，没有说贵1毛钱，兄弟们，这个真的特别的好。这个格子衬衫大哥是他们当地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管事的啊，就相当于村长一样。这又有一个酒吧，兄弟们看一下，它有那个红的、啤的、白的啊，各种都有啊。再顺着这个是底下的就是居民宅，兄弟们，居民区特别的多。马上我们就到那个酒店了。兄弟们 ，Hello baby, how are you? Restaurant and bar. Very clean, my friend. Very clean. 我刚才走了一下，我觉得这里的这个占地面积最多3个篮球场，因为它有很多房间都是这种就是竖着的房子啊。兄弟们看啊，这个房子也挺有意思的，他们都是那种铁皮房。这房子生锈了，然后再过去的话就没人住了，到这里的话就截止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非常多的这个渔民，他们在整理这个渔网，然后每天的话他们都在维多利亚湖上打鱼啊。为什么在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能够吸引这么多人住在这里呢？其中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打鱼是一个非常高收入的一个职业啊，因为在当年这个地方投放了大量的这个尼罗河鲈鱼，然后这个鱼呢，它的这个生存还有这个繁殖能力特别强，也就是现在呢，在整个维多利亚湖这片流域呢，全部都是那种大鲈鱼。像渔民的话，他们在这里做这个捕捞的这个生意的话，他们会比在其他地方要多挣5到8倍左右的这个工资啊，甚至说他们连交税啊，他们都要交3个国家的税，他们要给这个肯尼亚交税，也要给这个乌干达交税，还要给这个坦桑尼亚交税啊，这个是一个3国交界地带。现在呢，这个米金哥岛是属于乌干达，然后那个恶魔岛呢是属于肯尼亚，然后这个岛呢是属于坦桑尼亚。我们在去那个参观鱼的时候，他们这里正在炖那个鱼汤，然后这里还烤了一条鱼啊，太彪悍了，兄弟们，这生活太酷了。这个米金哥岛真的是地形错综复杂啊，顺着这条小路又可以到前面的这个酒吧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找那个渔货，然后再给你们找一找这个 hospital， 还有这个 hotel， 找这2个地方啊。这来了一个宝马哥哦 ，nice fish perfect。啊 ，good。然后还有这种专门捕鱼的这个鸟，特别的多。当地人不吃这个鸟，看这鸟多嚣张，全部都是啊，兄弟们。他们繁殖产卵的话，一般都在那个岛上，从那个岛上飞过来的，好多。那边密密麻麻一片。在这里的话，因为平时渔民的话会在这里切割那个渔获，所以说他们能在这里捡现成的。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储藏这个鱼的地方。大家看我这底下有一条这个翻白眼的这个鲈鱼啊，这是尼罗河鲈鱼，繁殖能力超强啊！哎呀，哦呀 ，too much fish. How much this one? 1000. Oh my god. 1000块钱一条啊，兄弟们，合人民币的话将近50块钱了。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人拥挤到这个米金哥岛呢？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这里的这个渔获资源非常的丰富。大家看我后面这个鱼啊，全部都是尼罗河的这个鲈鱼，非常容易，就是只要你出一个船，然后捞个网，对吧？一天的话你就能打到这么多，然后往这个市场上随便进行这个销售。然后在这个地方他们进行这个捕鱼呢，同时也是一个高收入的人群。如果说运气好的话，一天至少能够挣500块钱；如果说运气稍微差一点的话，也能挣个200-300。他们的这个收入呢是远高于本国人10倍的工资啊，所以说这也是为啥这么多人愿意拥挤到这个岛上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兄弟们，在这个岛上，这个居然是当地最大的这个3S 店啊！如果说你的这个轮船马达出问题了、坏了，这个地方有专门的这个汽修师傅帮你维修，不管你的马达遇到什么问题，他都能给你修好啊！当地最大、最专业的3S 店啊！这个地方有那个服装店啊，当你在这个海上捡了一个美女，她没有衣服穿，你还可以在这里给她挑1-2套合适的这个裙子啊！这家绿色的商店是岛上唯一的一家医院，然后老板娘也是岛上唯一的一个医生啊。之前她老公是医生，然后不知道为啥她老公不在这儿，然后她现在是医生加这个小卖店啊。为了岛上居民的这个安全生活，这个地方还提供了这个口香糖啊。刚才这个岛主坏坏的跟我说前面有这个红灯区，咱们带大家去看一看啊。这个街道再往里面走，看到没？Number 12 ，Number 10。
然后 No.13，这个就是酒店，兄弟们，现在酒店里面有人啊，有这个男男女女在里面，我们就不方便进去了啊。然后这个房呢，它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，如果说你要上卫生间，你就要到那个岛的南面啊，走路过去的话，大概3分钟左右。这个酒店呢，它住一晚的这个费用呢，就是人民币的话35块钱啊。这边全是酒店，兄弟们，这边酒店还给你开了一个窗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著名的这个风月一条街啊，兄弟们，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歌舞伎町啊。这个岛上的蚊子是真的多，兄弟们，密密麻麻的，全部都是。住在这个岛上，晚上一定非常压抑啊。兄弟们，现在这个米金哥岛参观结束了，我们准备返回市区了。差不多现在打了一些这个油回去啊。另外的话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岛上的人啊，生活比较有意思。因为这个我是包船的，我看这有个村民，他们几个要回去，我就顺风带着他们。因为毕竟人家也让我参观这个岛。总体来说的话，这个岛上人还算比较友好吧。可能他也没有见过像咱们这个亚洲来的人啊，所以说他对你的话表现出那种感觉是既不是很热情，但是也不排斥你，就是你在拍视频，他随便你拍也无所谓的那种。